宁大小姐。宁思琪心里同样恨毒了大姐，她死死控制住自己的恨意，不敢流露半分。战大少奶奶生了吧，我过来看看大少奶奶的。宁思琪保持着微笑。宁云初盯着她看了良久，才淡冷的道：你稍等，我看看海童醒了没有，他若是见你，我再请龙太太进来。说完，他就关上了房门，将宁思琪拦在外面。宁思琪的脸色黑了黑，不过很快就恢复了常态。宁云初扭身回到房间里，对海童说道：是我那个不知道心怀什么鬼胎的妹妹来了，说想看看你和孩子，你要不要见她？她既然来了，就让她进来吧。宝宝，你帮我抱着她，对你始终保持着距离。宝宝有你抱着，她不会要求抱一抱。海童倒是不怕宁思琪对她做什么，但怕那个女人会对孩子下黑手。有些人心黑的，会在抱孩子时趁大家不注意掐孩子，或者往孩子的衣服上放针头。总之，心黑的人就连出生婴儿都下得了狠手的。好，既然海童愿意见一见，宁云初便出去再次打开了门，对宁思琪说道：进来吧，海童刚好醒了。宁思琪含笑道谢，带着他买来的礼品进来。看到在沙发上睡着的战印，宁思琪放轻了脚步，怕吵醒战印。对战印，他内心深处多少都有点害怕，这个男人最是无情。不，他的无情只是针对别人，对海童那叫做一个温柔深情呀。不知道多少人羡慕嫉妒海童。宁思琪经历了这么多后，他意识到什么是生活的幸福。对长姐，对海童等人也是忍不住羡慕嫉妒恨，特别是长姐的幸福，他最恨。从他有记忆以来，家里都是他的天下，父母宠他，视他为掌上明珠，姐姐在家里连个佣人都不如。他欺负姐姐，好吧，每次他欺负姐姐的时候，总会被姐姐报复回来。事实上，他没有占到便宜，他能压着姐姐，完全是靠着父母的宠爱。只要他哭了，不管姐姐有没有打他，妈妈都是站在他这一边，暴揍姐姐一顿。虽然他从姐姐那里占不到便宜，但有母亲替他出气，他也算是赢的那一方。在宁云初16岁瞎了之后，他也能自己对付宁云初了一个瞎子，他随便整治一下都够宁云初喝一壶的。刚失去光明的宁云初不适应黑暗的世界，经常被他整治的受了伤，受伤也没有人心疼宁云初。那个时候在他宁思琪的眼里，宁云初连他家里的一条狗都不如。可是如今宁家落入了宁云初的手里，弟弟特别信任宁云初，听他的。宁云初更是嫁了他曾经想嫁的男人，过着幸福的生活，还恢复了光明。而他的人生反而走下坡路。现在表面上他锦衣玉食，只有他知道自己受多少委屈，吃多少苦。龙先生简直不把他当成人来看，想怎么弄他就怎么弄他，他还不能反抗，不能黑着脸，否则就是招来一顿毒打，被皮带鞭子抽打，那种痛苦宁云初最惨时都没有受过。宁云初带着妹妹进了房间后，他就去海童的身边，抱过了宝宝，然后在旁边的家属床上坐下来，看着宝宝并不看妹妹。龙太太。海童看着宁思琪，这个女人变化真大，城府深了，藏得住秘密。大少奶奶，听说你生了，我就来看看。怪不得最近都没有看到你送洋洋上幼儿园。宁思琪将带来的补品放在床头柜上，对海童说道：给你买了点补品，生完孩子元气大伤，要好好补一补。他那个孩子不被允许生下来，若是允许他生的话，现在都会有胎动了，下半年就能生。想到自己那个不好命的孩子，宁思琪看向了被姐姐抱着的宝宝，很想过去看看宝宝。碍于宝宝被宁云初抱着，他不好走得太近，怕被宁云初发现他的破绽了。孩子很可爱吧？宁思琪在床前坐下，眉眼温和，问着海童：在我眼里，我儿子是天底下最可爱的孩子。宁思琪在心里吐槽一句臭不要脸的，面上却带着笑意，笑着
那是自己的孩子就是最可爱的。我那个孩子，若是能留下来，下半年也能出生的。可惜我身体不够好，没有保住，是我们母子缘薄吧。海童安慰他几句，龙太太还年轻，以后还会有孩子的，先养好身子，过2年再要孩子也可以。宁思琪笑笑，我也想开了，只是看到宝宝的时候，还是忍不住会回想起我那个孩子。大少奶奶，我能抱抱宝宝吗？宁云初抬头看着他，淡冷的道：龙太太没有当过妈，又年轻，会抱孩子吗？刚出生几天的宝宝不好抱的，软绵绵的。龙太太看看就好，还是不要抱了。被他这样一说，宁思琪的笑再也维持不住，她显得很是尴尬，说道：也是，我没有抱孩子的经验，那我不抱了。宁云初又低头去看着侄儿，嘴上说道：我都不太会抱宝宝。宝宝也睡了，他睡着不喜欢别人乱碰他，把他闹醒，哭的那叫一个响，很难哄得住。龙太太呀，还是看看便好，不要抱了。宁思琪尴尬地笑着，好，我不抱。他连近前去看都没有，心里早就将宁云初骂了万万遍。死瞎子，分明就是不想让他抱宝宝，以为他会对宝宝不利吗？虽然他嫉妒海童，很想弄死海童的儿子，却也知道一旦他弄死了海童的儿子，他也别想活了。宁思琪不想死，他还年轻，还有大好的世界呢。为了活命，他忍住。海童说道：我第一次当妈，也没有经验，喂孩子，给孩子换尿不湿，都是我老公做的。抱孩子的姿势，他都比我标准。战印当初是跟着苏南一起去学习如何当奶爸的，不过由于工作太忙，他学的不多。现在学以致用，他就越来越熟练了。宁思琪笑笑，战少对你真好，着实让人羡慕。海童幸福的道：战印对我是很好，这辈子能嫁给他为妻是我的幸运，是我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，这辈子能嫁给他为妻，他的幸福想遮掩都遮不住的。战印爱他如命，他对他的爱也深如海，夫妻俩携手并肩，一路走到今天。龙太太，海童看着宁思琪问道：你先生呢？认识你这么长时间，还没有见过你的先生。宁思琪维持着微笑答道：我先生就是个工作狂，很少在家里，就连管城也待得少，经常到处飞，出差谈生意，偶尔才会回来一趟。他呀，将家里当成是酒店的，住上几天又走了，一走就要10天半月，甚至几个月都不回来。海童一副表示理解的样子，说道：他们男人就是这样，都以事业为重，一旦工作进入了忘我状态，什么都被他抛之脑后了。我们家战印也是这样的，工作忙起来的时候，连他自己姓什么都忘记了。宁思琪忍不住说了句：大少奶奶那是冤枉战少了。以前的战少或许是这样，自从他有了大少奶奶后，他已经将大少奶奶摆在第一位了。在咱们管城，谁不说大少奶奶改变了战少，说战少宠妻成狂，是个出了名的旁妻狂魔。海童笑得很幸福，相较于以前来说，他是更顾家了。战少很顾家了，以他的身份地位，他这样顾及家庭，真的很好很好了。大少奶奶你啊，是咱们管城所有女人羡慕嫉妒的对象。不说其他时候，就是现在，你看战少亲自照顾你，不假他人之手，在外面的沙发上躺着就睡了，可见他为了照顾你有多累。宁思琪不是替战印说话，而是实实在在的羡慕海童。海童笑，他让战印回家休息一下的，但他不肯回去，也不用家里的佣人过来照顾他，生怕别人照顾不好他，坚持着亲力亲为。一个大总裁为他做到这一步，的确是很好很好了。宁思琪在这里待了1个小时才离开，要不是战印醒来进房间看到他在，宁思琪可能还想再待会儿的。战印一醒来，他就待不住了，找了个借口便离开。他送来的礼品
海童都没有收。战印将他买来的礼品拿给他，宁思琪不敢不接。他买了多少东西来，就带了多少东西离开。海童说他什么都不缺，大家来看他就很开心了，不用破费给他买东西，说什么谁送来的东西他都不收，让宁思琪无话可说。从医院里出来，宁思琪将那些礼品塞给了2名保镖，冷声说道：“战大少奶奶不要给你们吃了吧。”2名保镖看了一下那些补品，没有说话，拎着补品默默地跟着宁思琪走。上车后，宁思琪看着那2名保镖，心里恨得要命，走到哪里都跟着，让他一点自由都没有。那个假的宁思琪过得都比他潇洒。这2个保镖说的好听是保护他，其实就是监视他，管着他。只要他做出一点过分的事，他们就加以干涉。以前他还能恢复一下宁二小姐的身份，去宁云初那里晃一晃，算是发泄一下怒意。现在有假的宁二小姐代替他去找宁云初的麻烦了，他这个真的宁二小姐不被允许再恢复身份去潇洒，他只能顶着这个假的身份扮演着一个小三的角色。去他妈的龙太太，他又不是真的龙太太，在龙先生的眼里，他就是个玩物，连个情妇都算不上。听说龙先生又有了新欢的，对新欢还特别好，真正的龙太太也不见管一管，大概也是没有办法管吧。像龙先生那样的老色胚，外面的女人就没有断过，嫁给他的女人也是倒了8辈子的大霉。宁思琪不是没有想过逃走的，但是这2名保镖时刻监视着他，他没有机会，得想想办法拉拢一下这2名保镖，让他们为他所用，就算不能完全为他所用，至少能让他们对他心软一下，当他要逃走时，他们能够睁只眼闭只眼呀。宁思琪总觉得自己扮演的这个龙太太，在海童等人面前就是个小丑，总觉得宁云初和海童都知道他真正身份似的，人家没有戳破他，说不定就是想揪出他背后的龙先生呢。像战印他们那么聪明的，怎么可能说这么长时间查不清楚？年长了1岁的宁思琪不像以前那样单纯，想法天真了，对海童和宁云初的恨意是很深，是很想看到他们倒霉，想看到战家败落，被龙先生霸占。可是随着时间的增长，宁思琪渐渐醒悟了，战家在管城那是土皇帝一般的存在，人家的根基深雄厚，岂是龙先生那么容易霸占的？龙先生再强大，在管城也是强龙压不倒地头蛇，况且这么长时间了，他也没有看到龙先生布的局能够损伤战家的根基，反而觉得龙先生越来越急躁，可能是他想找的那个男孩子落入了别人的手里，那个男孩子对他有多重要？宁思琪望着那2名保镖的后背，他们都是30出头左右的男人，长期在这里监视着他，又不能与家人团聚，不管他们有没有老婆，他们都是正常的男人吧？难道他们就没有需要？宁思琪想到龙先生对自己的折腾，忽然生出一个念头，他算计这2名保镖，只要他分别和他们发生了关系，但不能让他们彼此知道，那样他们就会慢慢的对他心软，说不定到最后还会对他产生感情。到时候他逃离管城的时候，他们就算发现了，就会睁只眼闭只眼，当作不知道他逃跑，那样他后半生才能好好的活着。反正他都是龙先生的玩物了，早就没有了清白。这样想着的宁思琪扭头看一下车窗外的天色，傍晚了，天色慢慢会暗沉下来。他想去酒吧，以前他经常去的那家酒吧，他要去弄点药。这2名保镖对龙先生那是忠心耿耿，在他们清醒的时候，他想拉拢他们很难，唯有算计他们了，那样他们清醒后生米煮成了熟饭，他们难不成敢掐死他？我不想回家。宁思琪突然开口，负责开车的保镖连头都不回，坐在副驾驶座的那位保镖扭头看着他，冷声问：太太想去哪里？我心情不好，想自己一个人逛逛街。那名保镖想都不想就拒绝了他的请求。
说道：太太必须回家，不能在外面乱逛，除非先生同意了。喂，我是个人，是一个大活人，你们不能这样限制着我的人身自由。总之，我心情不好，我要到处逛逛。保镖冷声说道：什么事让太太心情不好？太太现在不愁吃穿，住着大别墅，每个月还有不少的零花钱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，还有什么好烦的？他们都还没有心情不好呢。被家主安排在这边长期监视着这个女人，有家都不能回。虽然他们还没有结婚，但也是正常的男人，也谈着恋爱的，一直不能离开管城。他们的女朋友都威胁说要和他们分手了，他们怎么解释，女友都不听。但是家主不让他们回去，他们就不敢回去，除非他们不想干了。在 H 市，家主是能够只手遮天的，他们若是就这样辞职走人，家主报复他们，他们在 H 市就很难混下去。有女朋友但赚不到钱，他们一样会离开他们的。况且他们也承受不起家主对他们的打压及报复。家主做过的事，他们多少都知道一点。家主就是觉得他们知道的太多，想活命就一直忠于家主，为家主办事。一旦要离开，哪怕家主同意他们离开，事后也会被家主算账，结局就是死路一条。看到海童那么幸福，我就心情不好；看到宁云初还好好的，越来越幸福，我就心情不好。你们家先生说的天下无敌，但是现在又不见战家，出事，就连我宁家都没有丢半个毛呢。我了解过，宁家的生意被宁云初经营的风生水起的。海童的儿子出生了，以前大家都说他不能生，说他早晚会被战家赶出来。可是现在人家生了儿子，一胎就得男，大少奶奶之位更是稳如泰山了。我的孩子呢？要不是今年我的孩子也能出生的，他那个孩子连成型的机会都没有。看到海童那么幸福，宁思琪是越来越恨龙先生这样子对他，不想让她怀孕生子，干脆不做好避孕措施。流产后，她的身体都还没有完全恢复，他又开始糟蹋她，并且依旧是没有做好避孕措施，逼得她只得不停地吃药。那种药吃多了会有很大的副作用的，万一以后她不能生了。她还想逃离管城后找个忠厚老实的男人嫁了，凭着她现在积攒的钱财，过着平静富裕的日子是不难的。她也想生几个孩子。保镖不说话了，良久，保镖才淡淡地问了句：太太想去哪里？我们陪着太太去。我想去酒吧喝酒，心情不好就要喝酒解愁。保镖说道：家里酒柜里满是先生买回来的好酒，太太想喝，在家里喝就行，不必去酒吧喝。太太记住，你现在是顶着我们太太之名的，是豪门贵妇，太太这样子跑去酒吧喝酒，被人知道了，丢了先生的脸，家主过来算账，我们都会受到惩罚。太太还是回家里喝酒吧。宁思琪嘟着嘴说道：在家里喝酒太无聊了，没有人陪着我喝，一个人喝闷酒有什么意思？酒吧里人多热闹，我就想去酒吧喝酒。我可以先回家卸了妆，撕下人面皮，恢复我宁二小姐的身份，然后再去酒吧喝酒。就算被人认出来，丢的也是我宁二小姐的脸，与你们太太无关。保镖不说话了，宁思琪也不再争辩。等回到他住的那栋大别墅，他马上就上楼去换衣服卸妆，恢复他宁思琪的本来面目。之后他挽着他以前常挽的那只包，当初回宁家换东西时，他把自己的贵重物品都抢了出来，很多被他变卖了换钱花，不过还是给自己留了一些。他还要那些奢侈品陪伴着他出入高档场所，给他撑撑场面。虽然他宁二小姐在管城富贵圈里已经成了个笑话，是过去式，他还是想钓个金龟婿的。没钱了就打电话给弟弟，从弟弟那里拿钱，拿不到多少，宁天磊那小子完全被宁云初拿捏，倒向宁云初不听他的，每个月只肯给他3、5千的生活费。
他哭闹的话，弟弟顶多也就是给他1-2万块钱。好在他现在的存款也有近千万了，只要他能将那些钱财偷偷地转移走，逃离管城后，他依旧能过着富贵闲人的生活。宁思琪从屋里出来，那2名保镖看到他，一个人站着不动，一个就上前挡住了他的去路。太太，宁二小姐在外面活动，你不能再以宁二小姐的身份出去，那个是西贝货。我要出去，我就要出去喝酒，你拦着不让我出去，那你就进屋里陪我喝酒，喝个不醉不归。宁思琪说着，大敢伸手去拉那名保镖，想把他拉进屋里，吓得保镖赶紧避开他的魔爪，后退了好几步，黑着脸警告着宁思琪：太太，请自重。我自重什么？我又不占你的便宜，只是想找个人陪我喝几杯，我心情不好，就喜欢喝酒。你以为我想对你做什么？我还看不上你们俩呢，不过是2条走狗而已。我可是堂堂的宁家2小姐，以前我爸妈还在时，我家里资产过10亿，名副其实的豪门。我最风光的时候，保镖多了去。那名保镖脸黑黑的，他知道宁思琪不会看上他们，但是他们也不能陪着宁思琪喝酒，万一喝醉了，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，被家主知道了，家主田地不会扒了他的皮。是家主曾经将不听话又被他玩厌了的情妇送给保镖们，那是很少发生的事。很多时候那些女人都聪明得很，也识趣得很，只要家主有了新欢，他们就拿钱走人，不会纠缠家主，哪怕生了孩子的也不会想着转正，都是老老实实的拿着生活费养着他们的孩子。宁思琪在他们家主眼里就是个玩物，是一枚棋子，但家主偶尔还是会过来的，他们就不能碰宁思琪。